Hello，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法式烫。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在埋怨你的顾客的质量不好，其实大家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你有没有拿捏好一些高质量的顾客群体？比如说，今天你的店里来了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顾客群体。首先，这个发针呢，目测为3段，发尾有一段是比较受损，之前染过，等于是这块染过2次，这块染过1次，然后呢又补了一个发根，现在是3段色的一种特质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层次。首先我们看到层次呢，前面有刘海，这些都是高层次的下来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层次，后面顶部差不多3:1，但是顶部的这块呢也是偏很短的。在这种短的层次下，我们如何去烫一些法式烫呢？首先我们要看看五官，看看模特的五官。模特的五官，他的眼睛非常大，整体的骨骼呢，它是偏大量感的。偏大量感的这种去烫头发呢，一定要想的就是卷呢，一定是松散自然，或者是略带酷感。在美学风格印象图标里面呢，它是偏酷感直线型的那一面的。所以如果说像这种大量感的五官，你去跟它烫那种淡淡卷啊，或者是可爱的那种感觉，你会发现非常的不匹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洗完头，我们先观察一下发质，还是一样。要测试准发质的一个真相呢，就必须得先洗头，不要打护发素，然后呢用细齿的梳子去梳，梳到哪里不好梳通的时候呢，就说明那一段相对的就是比较受损。所以这一段受损的情况下，烫之前一定要抹好一个烫前护理，做好一个铺垫打底。这一段可能需要简单的打一个底。但是它这种头发呢，不是太过于受损，所以简单的打下底呢，我们可以用药水从健康到发烧一步到位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要烫多大的杠距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它这个主调基调已经定了，基调已经定了以后，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大中小的卷度。大中小的卷度呢，这个其实直接去问你的顾客。他的一个需求的程度和接受程度在哪里，你就直接定就 OK 了。烫法式烫呢，只要建立在能出现1个半 S 弯的情况下，它都称之为法式的一种风格啊，法式的一种印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朝这18和20号去做，因为它这个长度还不一样，最短呢到这儿，最长的悬殊那么多，可能刘海这块呢，我16号杠也会用到，也就是我要保证最短的那块呢，最起码能出来一个 S。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开始操作抹护理。第一次来这样的顾客群体的时候，要让你烫一个法式烫，除了沟通以外呢，你还得需要按照大数据的递增形式的方式来作为提案。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尝试过烫发，如果没有尝试过，那我们肯定先按照大数据，先有1才有2才有3。那怎么才能计算呢？那就是我们先看它的五官体积面，它的量感是大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，就是弯呢也是要偏大，然后发尾呢尽可能不要太过于卷。这样的方式的话，作为一个入门来讲呢，就是心理的接受程度、安全感会增加很多倍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把发尾简单的做一个打底处理。好，我们在打底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注意分好一些发质的一个受损的程度的区别。枕骨以下的头发大部分都是偏健康为主，所以这部分呢，营养打底尽可能的偏少。其实我们应该重心点是放在枕骨以上的这些区域的头发，这些头发它大部分呢是暴露在阳光之下的，所以说呢，头发的毛鳞片闭合都没有底部的那么好。
所以我们更要花更多的心思，要照顾到这顶部的头发。在烫这款头发之前呢，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刘海呢有点过于的短，最短的它才刚到鼻尖，但鼻尖的时候呢，其实这是湿头发的一个状态。如果在干了以后呢，它其实会回弹，也就是才这么短的距离，也就是在10公分左右的距离，你想要烫，用数码烫、热烫的方式去烫一个 S 的话，有点难。所以我建议呢，是这块呢，我们采用冷烫的方式。冷烫杠的方式呢，不光能烫成根儿，而且还能把根部给烫蓬松，而且呢，能在这么短的头发里面也能呈现出很好的一个弹性和线条。这个鬓角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观察了一下，它之前剪裁的时候，也是单独的把这个鬓角呢剪得很短。如果我们再用热烫的时候呢，可能最多也就能出来一个钩。但这个钩对于我们今天想要这款发型来讲的话，不够弹，所以我们还是选择把它单独分出来，和刘海一样，用冷烫的方式去处理。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软化。软化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区分好，还是一样3分区的去涂抹，先把整体的结构分好。首先 ，Leslie 的热烫。偏Leslie的法式烫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要考虑到全头烫。但全头烫呢，肯定头顶这区就不能分得过于大，过于大是没办法靠着根的。所以顶部呢，我们只需要差不多4指到5指的一个宽度，只需要这么多的一个宽度，尽可能的把它烫着根就可以了。如果分得太宽了，你没办法去烫着根，只能在这个里面。或者是可以再窄一点，4指都可以。第2区从耳上点分出来，然后呢，再从耳上点这块延伸到这边的耳上点。这样3分区就分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去分呢？这么区分呢，是为了我们更高效的、快捷的去涂抹我们的软化。我们只需要把这块的软化涂抹完以后呢，立马分这边一片，这一片。然后呢，这块提前分开的目的呢，也是为了涂抹好这一片以后呢，我们快速的挪到下一片。要不然，如果你这块不去分开的话，你这块全都是用一个夹子去夹，到时候你还会用一个复杂的手法，还有这块，还有这块，还有这块，这道工序其实可以提前避免的哦。OK， 这个就跟剪裁一样，提前把结构给处理好。好，整体呢，除了顶上留2指以外，剩下其他的都留3指就可以了。3指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卷杠子的时候呢，不要勒着发根。好，今天它这个头发呢是比较中度受损，所以我们用了健康和加了1/4的受损，4/3的健康加了4/4的受损调和起来的。但是如果你在沙龙中如果还想要求快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纯健康的方式也可以，当然不建议大家再用抗拒的了哈。好，顶部涂抹软化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看，虽然面有这么宽啊，分了这么宽，但是我们要靠根的是顶上的这一个面，所以顶上的这一个面我们需要尽可能的靠根，但是这一块呢，我们就不需要那么靠根了，等于是一个斜面的一个软化的一个接口，因为我们目的都是为了让这块更加的起来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等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好，软化已经达标了。看这个颜色的变化，发黄，然后呢，拉出来的倍数呢，应该是1到2倍。其实这已经是80%了哦。OK， 我们可以洗头了。涂抹完烫中护理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卷杠之前，还是把结构先分出来。我们注意看，1、2、3，3分区，然后呢，旁边这块也分出来。这一次比较有特点一点呢，就是鬓角和刘海是单独分出来。由于过于短呢，我们这块都需要单独的采用冷烫的方式。好，然后我们后面呢，由于这块的分区也比较厚。重点是后面这块呢也过于短，如果这块这么短的情况下，我们软化，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从这块软化来，才软化到2/3。如果这块用热烫的方式去做，再小的杠子16号的区呢，它最终出来可能也就是一个 C 弯，一个打 O 的一个 C 弯。但这个 C 弯如果我们到时候一剪的话，可能这块就没什么卷度可言了。所以这块呢，我建议是。如果以后烫头发这块过于短，我们可以单独的采用冷烫的方式，然后这块才开始用热烫。OK， 我们开始操作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我们采用18号斜卷。斜卷呢，其实它是有点甩发尾的。好，为了把发片更加的牢固，所以一定要把那个棉纸呢喷湿一点，它才能把发片锁得更加的牢固，不容易松掉。这个杠子看似平卷，但是呢，我们发尾是甩出来的。我们这个卷的目的呢，就是不是为了想让它整体的轮廓呢是过于的圆，甩一点点，指的呢是符合休闲酷感的一个印象。好，棉纸喷水，棉纸喷水呢就能更加的吸附这个杠子，张力才会更加的紧实。好，下面这块呢，我们等会儿会选择冷烫，我们先卷热烫，等会儿和刘海一起去卷。中间这块呢，我们从中间分开。一边卷3个和4个，取决于我们的软化到哪里。如果我们软化的远呢，我们杠子就可以卷得少一点。但如果我们软化的靠近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偷懒，该卷4个就得卷4个。好，但是这次呢，我们是留了这么长的距离，所以说我们这么厚的宽度的情况下卷一个杠子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卷进去。最后皮筋勒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不要勒着软化的地方，那就是合理。这块我们就卷了3个，卷3个的情况下，不知道这块方向朝哪里呢？最好是一左一右，但一左一右到底第一个是朝前还是朝后呢？取决于这个鬓角。这个鬓角呢，建议是饱满向后，也就是斜着往后卷，或者是竖的往后卷，都合理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采用了20号的杠具。然后这个呢，是由于我们是竖卷的，所以说这个插头呢没必要朝上了。只有斜卷的情况下，这个插头才需要朝上。竖卷的情况下呢，插头这个线它已经不影响顾客的视觉的一个体验感，所以这个插头可以朝下。什么情况下能朝上呢？看我们其他的烫发视频，大家就知道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就得朝前了。刚刚这个是朝后，这个我们朝前。
好，这一片呢，我们应该是又朝后了，一后一前一后，相对的卷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得用18号。这个为什么用18呢？因为这块它有短的，我们还得照顾到先出卷为主。好，顶部呢？顶部我们再去烫的时候呢，还是一样，从中间分开，不管它朝哪里分的缝，我们都得按照中分的去烫。分锯齿，由于顶部我们软化的比较靠根，所以说我们在分杠子的小区域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分的少一点。我们看一下，就这么小块呢，我们都分了8个杠子，1、2、3、4。但这个分区呢，都是竖方块的去分，不是一点放射的分啊。然后，由于我们软化的比较靠根，所以我们比较分的窄一点，它才能不会压根。如果你分的太厚呢，中间这块它就会压根，会窝着发根。然后呢，由于靠根呢，我们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烫着根，所以说我们呢分发片的时候呢，都是长方形的去分，因为这样的话，长方形这个杠子它才能合理的并排进去。如果是我们是一点放射的去的话，中间会成为一个圆儿。那圆儿的情况下，我们每个杠子那个直径都有一定的距离，一个直径一个直径，直径完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圈儿，烫不到发根。好，这个杠子我们一定要卷完，因为是垂直地面，垂直地面卷完以后呢，我们一定要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。杠子它到这儿呢，几乎有一点点偏于水平状的，它不是竖的。越竖状，那说明这块留的距离太远了。所以我们越这块平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这块的张力烫的才更放心，才有张力。然后这块呢，它离的头皮比较远，所以这块不重要，一定要卷成类似这样的感觉才叫放心啊。OK， 我们再来卷下一个，再看一下。垂直地面。好，卷的时候呢，头顶的一定要垂直地面，一定哦，是一定。还是一个正一个反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块几乎都是这种角度了，但是这块呢提不起来了，因为这块已经非常的靠根，就得按照这样的标准才能落地哦。好，最后这一块呢，由于是后脑勺这块呢，我们尽可能的是朝后卷，因为这样呢，它饱满度才会有。如果说我们是朝前卷呢，它等于是压上面那个面儿，压上面那个面儿呢，它等于叫做是收紧外翻。那收紧外翻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它就是服帖。所以我们这个后脑勺这块儿不建议用收紧外翻，应该用饱满向内的卷啊，饱满向下的一个角度。所以说这块儿是顺着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该处理剩下的冷烫了。
冷烫这个呢，由于之前这块软化过，所以我现在呢要多抹一些蛋白填充，做好一个打底，要不然会过度的软化。所以我们现在跟它再还原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用到一个差不多这么小的杠子，能绕个2圈，让它出来有一个 S。因为冷烫它会放大啊，它不会像热烫一样放大的倍数没有那么明显。但冷烫放大的倍数是非常夸张的哦。好，我们这个呢会用到膏状的冷烫膏，不建议用水状的啊，水状的烫出来它都会发毛。看，我们这个是膏状，当然这种膏状呢也可以把它放到快速烫的一个行列里面去啊。可以抹完以后呢，直接用热烫的方式来操作。好。这种膏状呢，它是比较温和的。好，卷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上压着，发尾甩出来。注意看，发尾甩出来，有点压着，压前上角啊，有点斜的啊。OK， 那我们在这边再看一眼，先梳好，斜着发尾斜上，压前上角。这个冷烫这个呢就不用加热了，就不用去管它，它和热烫一起定型就可以了。刘海我们选择两根杠子，先比一下。先用黄色呢，我们想想比一下有几圈，1圈、2圈、3圈，最后能出来一个 S， 差不多这样的 S 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刘海呢，我们没有用软化打底。为什么没有软化打底呢？是因为它之前是染过的，染过的呢，其实它的 pH 值它都已经高于正常发质的 pH 值了，已经高于7左右了，所以它现在的 pH 值应该达到8左右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种冷烫膏直接去烫就可以了。等于是偏受损头发，我们就不用再去用软化，先提前打底。好，卷这个刘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按照热烫法式的刘海怎么去卷，提高，垂直头皮，再往左边，再往反方向挪个5度，也就是95度。然后呢，杠子斜着进去，从发尾斜着卷进去。得有点张力哦。OK， 好，左边的这颗呢，我们一样。好，这个是呢，发尾朝这边甩啊，等于是发尾朝这边甩，斜着进去。好，两个杠子呢，它出现成一个交叉的一个作用。好，这个鬓角呢，朝前朝后，这个都无所谓了啊。好，这块呢不建议有太多的张力，因为这个杠子本身就偏小。那老师说，能不能卷一个大杠子有张力的呢？可以啊，但是卷一个小的没有张力的，可能会更加的保险一点。大杠子带张力的，那其实和我们直接用16号热烫杠去烫是差不多的。
好，我们就去加热，然后这个冷烫的这块呢，我们就不用管，和后面的一起去定型就可以了。OK。好了，我们烫完头了。我们现在来先看看拆完杠子以后洗完头的样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之前它剪的层次呢还是有点点齐的，然后我们这是经过一烫呢，上面用大的20号，然后下面呢用18号，它会出来几个 S 状。那这种形状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它保留，也可以跟它剪到这么短，也可以跟它剪一个高层次。其实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塑性还是蛮大的。但是这个呢，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当下我们顾客群体需要的是什么。那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当下的一个顾客群体的需求。如果说要切齐，烫完以后切齐呢，能满足到沙龙中的80%到100%的顾客群体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做年轻顾客，比如说学生类的呀、设计之类的呢，我们可以在这块把层次呢再剪高，也就是剪一个有点类似于鲻鱼头的那种发型，有点像鲻鱼头的。那这种呢就能满足到小众的一些高质量的顾客群体。但是这几种呢其实都可取的啊。核心如果大家要去落地的话，你就去拿捏你的顾客群体的接受程度就可以了。那对于今天来讲呢，其实我觉得在它身上齐的也很好看，有层次的都可以。你会发现先烫再剪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就是把很多美呢无限可能化，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美感的一个呈现。这个呢也能帮助我们设计师在去看待发型的时候，真正的能激发到我们那个一个设计思维。我们在修剪的时候，不要去想着这款发型的标准程度到底应该怎么剪。我们现在要修剪的时候，应该按照目前这个状态怎么调整会更好看，得有这样的思维。我们先找一个有层次的感觉，先保留长度，把顶部的层次再剪高一点点，看一下转角点之内马蹄区的那个线，然后到黄金点，也就是半个马蹄区这块呢，我们先拉起来。把这层次剪掉，我们看一眼。好，我们从侧面看一下，这块的重量往上提升了，到这里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从侧面看上去呢，它会比较年轻酷感的印象就来了。好，我觉得这种剪法是可以的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把上面的层次呢，再继续提拉起来，把转角点以上的马蹄区，还有这边，这个马蹄区都提拉起来。提拉起来做什么呢？把马蹄区以上的头发都拉到刚刚的这个发片这块来。OK， 能看到刚刚剪的引导线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些马蹄区以上的都处理掉，因为这些呢，它其实已经不影响了，但是我们要为了把结构剪好，都把它给拉回到一个正规的一个剪裁的一个结构里面修饰。OK， 其实这一刀完事以后呢，其实大部分就可以不用动了。该有的边缘层次也有了，该有的顶部层次呢也有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底部的这一块，好，去掉一点点发尾。
好，我们在剪这个旗的时候呢，并不是直接就拉起来剪旗，而是斜着分，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画 C 的方式下来剪旗。你会发现，这样的旗剪完以后呢，其实是放长外部的长度，我们去的大概都是一个内角。所以就是在剪旗的时候呢，你顺便把内角都去除掉。所以我们在剪旗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顺便把内角都去除掉了。这个是在沙龙里面剪头发是最简单、最省事的一招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发尾是齐了一些了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剪完以后后面这块呢有一点点过于的厚重。我们接下来要一招内部的一个调亮。OK， 我们先找到中轴线。仰头，中轴线在枕骨点这里分到耳上点，等于是刚刚我们卷杠子的那个区域的底区。好，这一块呢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去亮，怎么去亮呢？把它提拉起来，往上提拉。垂直地面服帖皮肤，垂直地面往上提拉，提拉到看到我们的底线的一个引导线 ，OK， 就在这里。OK， 这边我们再来。这一步呢，可能在专业的一个名称里面呢，叫做反头型曲线啊。但这么去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，就是一定要喷香水。这块的亮去除掉了以后，我们再把上面的放下来。这块它有一些重量，这样就不会影响整体的轮廓形状。看上去还是齐的，但是呢，内部它有足够的空间。如果想要偏可爱一点的元素呢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剪到这里，都是 OK 的哈。来，我们的侧面再来看一下。好，保留它之前的长度，我觉得它现在的长度是非常好看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之前鬓角的一个细节处理。这块用冷烫的方式，刘海用冷烫的方式，让发际线呢都有一些卷曲度呢，会增加一个发型的灵动感。我们现在呢还原位提拉，把它之前剪裁的那些比较偏碎的整齐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正面的刘海，现在几乎都是自然干的一个状态。自然这个刘海，我觉得非常好看的，我觉得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视觉。我觉得这个刘海就不用去动了啊。如果我们要去剪刘海，也一样，可以把这个发尾剪掉就可以。我们再来看看侧面，如果要去剪刘海，你会发现这块该鼓的地方，它也能鼓起来的哦。所以说这一招烫刘海能解决所有的一个发型。这款卷发呢，在它身上可盐可甜哦，又可以很可爱，然后呢也很酷。我觉得一个审美、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呢，在它身上一定要呈现矛盾性的美，就是又甜又酷，那种感觉才会抓住任何人的一个眼球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乱吹干，我们简单再去调整一下，看看是否需要去调亮处理。
吹了半干以后呢，很乱。我们接下来可能内部呢还需要去调节一下，把那个发尾呢修得再整一点点。现在有点很乱。现在吹的时候，不要按照有形的、有卷的方法去吹，就乱吹。看看这个卷能吹直多少，就尽可能的吹直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调亮的一些剪裁。这时候发型师剪头发、调整头发呢，就2个概念：第一，美观很重要；第二，质感很重要。美观如果剪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需要去调整一下质感。那质感呢，就是取决于这个发尾受损程度、干于毛躁度，我们尽可能去帮它减少一些。这么去调整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去破坏外线，也不要去破坏更多的一个重量感，只是把切口呢有的地方柔和了一下而已。正面这种半遮半掩的这种状态呢，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调性的哈，酷酷的。如果说我们想要把它分开呢，把刘海吹起来，它就很中性化；如果想要可爱的话，直接把它放下去。其实把这块再修剪一下，一码刘海就出来了。我们注意看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旁边的再剪掉，风格立马会变成温柔一点点的，有点偏韩系女主角的一个印象了哈。OK，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把它喷湿，喷一部分，然后呢抹点那个泡沫发蜡，一会儿去化妆，等会儿自然干，看看它的一个效果。当然我们吹完以后，其实现在可以抹点精油，现在这个风格也很好看哦。但我想看看最真实自然的效果，因为顾客回家他不会吹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把头皮吹干，剩下的自然干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在抹摩丝之前，我们先可以打造出只抹精油的一个状态啊。看看这种吹蓬松凌乱了以后，就简单打点精油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有80、90年代复古的那种发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是吹干了以后，简单抹了一点点精油，我们现在看。现在这个整体的轮廓比例呢，都是比较符合大众调调的啊。接下来我们再喷点水，把卷度找回来，让它变得再小众一点点。这种打理方式呢，还是一样，让顾客回家把头皮吹干，剩下的抹点东西，造型品自然干即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抹慕斯。
尽可能呢把内部的也抹掉。抹完以后，还是要告诉顾客啊，梳顺，因为梳顺以后自然干，光泽度会不一样的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去化妆。化妆的时候呢，这个卷它就已经自然干了。